各位交易员，大家好。市场近期因为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衰退预期、AI 未来引力不明和 Trump 当选情绪溢价退潮等多重因素出现超跌现象。但从基本面和流动性指标来看，美国经济依然显示出较强的韧性。本期视频将从指数走势、数据、政策、流动性和外部环境等多个角度深入拆解分析当前的市场状况，并展望未来2个月可能面临的考验，帮助大家了解当前的状态和把握未来的风险投资机会。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现在市场处在一个超跌的位置，所以在这个超跌位置上再去卖或者是追空显然是不合适的。过去2年美股大涨，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美股的长期年均回报率也就是8%到10%。如果我们按正常的年涨幅8%到10%这样一个水平来衡量当前的股市，并没有产生所谓的大跌。道琼斯 YTD 到目前是正 1.63， 如果年化的话，那就是8%左右的水平。那只由于 Mac7 的拖累，跌幅比较大，达到了负4%。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美股的调整幅度分成小、中、大3个级别的话，以纳指为指标，因为纳指大部分时间调整的幅度会大一些，10%作为小级别的调整，15%到20%作为中级别的调整，25%到30%往上属于大级别的调整。那么周四晚上美股的大跌，纳指从此次的高点调整幅度也就是9%多一点，连10%的小级别调整幅度都不到。在过去2年中级别的调整有2次。一次是23年的8月到10月，纳指是跌了15%，主要的原因是通胀反弹、国债回购危机。24年的7月到8月，纳指跌幅17%，主要是套息交易的退潮和衰退担忧的重启。小级别的调整也是最近的2次，一次是23年的2月到3月，一次是24年的4月。往前看，这种10%左右的小级别调整，每年都会有1-2次，所以当下美股只是达到了小级别调整的范畴。有人就开始砍金融危机了。如果对历史上每一次调整幅度和成因都很熟悉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现在还远远没到金融危机的底部。那么这次调整的核心原因，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川普政策的阵痛期引发预期的转向，从之前的通胀走低经济转强转向通胀反弹下不去经济放缓停滞的滞胀预期。另外是市场估值高使市场变得敏感脆弱，需要估值回归来完成估值消化。另外，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并没有系统性的风险，主要是金融压力的指数还在低位没有飙升，银行间担保利率 SOFR 也是正常状态，垃圾站的信用利差也没有大幅的跳升。接下去我们看一下最近的几个数据，到底有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恐怖？周五晚上公布的 PCE 符合预期。但是在这之前公布的美国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 98.3， 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 102.5 以及前值 104.1。 该指数创下了2021年8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连续第3个月下滑，并处于2024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衡量未来6个月经济预期的指数也下滑 9.3 点，降至 72.9， 这是自2024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预示经济衰退的预警线。另外，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从1月份的 5.2% 上升至 6%， 大幅超出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这一系列的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对企业和未来的经济前景的信心大幅下降，对未来物价上涨的担忧反而明显增强，从而引发市场普遍的悲观情绪。但我们要强调的是，除了客观的 PCE 指数，其他的这些指数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不能准确的作为经济和通胀的线性重要指标。过去2年，在大涨的情况下，这些指标基本上都会被市场无视。但为什么现在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现在处于高估值的脆弱平衡状态。除了这些近期指标的因素，外部环境也对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经历了偏冷天气。另外，洛杉矶发生大火，不仅直接影响了消费者支出，也同时推高了能源需求和物流成本，进一步加剧了通胀预期。与此同时，禽流感疫情在一些地区反复爆发，导致家禽供应紧张，鸡蛋价格明显上升。这2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消费者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更加悲观，进而影响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市场整体预期。这些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是突发性的，但在当前市场叙事逻辑下，正在对市场情绪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加剧了滞胀预期。未来2个月，随着天气的回暖以及禽流感防控措施的逐步落实，
这部分外部冲击一定会逐步减弱，但短期内仍需关注其对经济数据的潜在拖累作用。Trump 的关税政策的出尔反尔和反复横跳，以及对关税实施时间的朝令夕改，加剧了市场的避险情绪。散户资金现在只要看到不好的数据就先离场再说，而不会去深入思考这些数据是持续性的还是暂时性的。市场现在的叙事逻辑是，关税的提前实施和幅度调整会直接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并通过价格传导效应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从最近企业提到要转嫁生产成本的次数明显上升中就可以看出。同时，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和家庭在制定未来支出预算时变得更加谨慎，从而使得整体经济受到负面的影响。另外，马斯克正在推动的 DOGE 改革也对市场产生了影响。此次改革涉及大规模的裁撤公务员和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和降低成本，但短期内必将会影响到政府下游的供应商、承包商以及相关服务行业的业务规模。数据也显示，近期华盛顿特区的出境实验金人数飙升，这将在短期内对相关的领域构成较大的冲击，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从政策的角度来看，Trump 上台以来推出的一系列属于短期有预期、中期有阵痛、长期偏利好的典型案例。目前政策带来的阵痛期已经较早的显现出来，而且对企业的信心、消费者预期以及市场整体的情绪影响，正逐步转化为市场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最近段时间，市场开始出现大幅调整，尤其以 MAX7 为首。MAX7 里面跌得最厉害的是特斯拉。我们在前几周已经反复提示特斯拉的估值过高，它也只是跌回了 Trump 当选之前的位置，并没有反映出特斯拉业绩不及预期的情况。由于马斯克受到了欧洲的左派的大力反对，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暴跌。如果未来一季度特斯拉的销量数据继续扑街，业绩肯定不会好看，到时候特斯拉可能还有一轮性的调整。与此同时，对美国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流动性指标显示，目前市场整体流动性情况保持稳定。最新数据表明，经过前期政策调整和资金重新配置，逆回购规模已回落至相对平稳水平，银行准备金总体趋于平稳。这说明虽然市场情绪低迷，但资金面基本充裕，从而为未来资金回流和市场情绪改善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流动性指标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下可以在未来缓解市场对资金短期断裂的担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在未来可能会发生。2025年，美国广义流动性从过剩转向充足，并且在2季度停止是有可能发生的。只是现在不确定停止缩表的契机是19年的9月回购危机重演，还是23年10月国债恐慌的再现。接下来从流动性上看，影响最大的就是下一阶段美国国债就要触及债务的上限。美国国债触及上限后，在国会达成新的债务上限协议前，财政部无法发债，只能动用 TGA 账户。同期现有的隔夜逆回购用量会继续被消耗完。这样的话 ，TGA 和逆回购不仅完全抵消了美联储的缩表，同时能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新的流动性。之前2次触及债务上限，到国会达成新的债务上限协议之前， TGA 账户平均消耗4250亿美元。如果债务上限确实要博弈一段时间，那么可以预期，在这个窗口期，在当下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据微弱优势的情况下，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希望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也要削减支出。这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要有一个财政平衡的减税法案。在触及债务上限到国会达成新债务上限协议之间，这2个账户的支出会对冲美联储缩表，另外还会给市场带来流动性。一旦未来新的债务上限达成，财政部又开始重新发债，同时还要超额发债，补充掉被消耗的 TGA 账户，相当于又要从市场中抽离流动性，那就会对市场造成流动性的冲击。这个冲击现在就要看债务上限达成的时间，如果在3月末可能还好，越往后风险会越大。不仅是重新发债处理流动性，而且Trump的政策的中期阵痛也会显现出来。那么中期的阵痛会是什么呢？Trump现在的政策很多都是双刃剑，比如关税转移到消费者成本，效率改革容易裁员裁到大动脉，而政策的阵痛大概率就是市场的风险。一般来说，这种阵痛可能在政策出台3-5个月后就会显现出来。现在的这个过程就有点像2022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时候，大家开始觉得老马很牛，中间老马对推特大刀破斧的改革导致推特出现很大的混乱，实际上就是裁员踩到了大动脉，人员不稳定，产品不稳定，客户流失。
但是经过了这个阵痛期，现在是 X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效率高，活跃度高，广告客户再度回归。有时候对国家动刀和对企业动刀可能在过程当中是有一些相似性的。另外还有一块风险来自科技界，原来大家都指望在 AI 应用上能够收费，但 DeepSeek 的出现使很多软件公司的 AI 收费梦一夜清明。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悲观，因为如果美股真的大跌，过去2年由于财富效应支撑的美国消费就会逐渐消退。如果消费下降拖累美国经济的话 ，Trump 和美联储一定会跳出来降息和停止 QT， 甚至是 QE。因为 Trump 在 1.0 的时候就是很在意股市的，所以2025年大跌可能并不会有。我们先排除20%以上大跌的情况，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顶多就是纳指从最高点下跌15%到20%，这种时候反而是可以慢慢建仓的时机。因此，总体来看，当前市场虽然短期内出现了超跌和恐慌情绪，但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显示出较强的韧性，流动性和资金面指标依然健康。但是未来1到2个月，随着关键数据的陆续发布和政策外部因素的持续影响，市场才会迎来真正的考验。建议交易员保持理性，分批建仓优质的资产，并密切关注 TGA 账户逆回购规模等流动性观察指标，以及国会债务上限谈判的进展，作为判断未来市场资金状况的重要依据。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影片。如果您认为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并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看法和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最新的数据和政策动态，为大家持续带来更深入的市场解读。我们下期再见。